您最想去中国哪玩？请关注我，带您看遍中国。今天带您走进潮州，在中国旅行。如果您想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您就一定要去一次潮汕地区。潮州位于广东的东部，著名的华侨之乡。潮州是一座拥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，这里有传统的民俗、莺歌舞、迎老爷、隆重的宗祠文化，还有非常诱人的美食。超级美味的牛肉火锅，令人惊叹的白粥，酥香可口的蚝仔烙。下面就来探索这座城市好玩的地方。潮州牌坊街位于古城中心。潮州作为著名的华侨之乡，牌坊街的建筑风貌就是最好的见证。中西合璧的骑楼是牌坊街的建筑特色。在蜿蜒的牌坊街上，一座座明清的石牌坊，两侧南洋风格的骑楼。潮州牌坊街是一条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街道，一座牌坊有着一段故事。镶嵌在牌坊上的石刻或木雕，是潮州人对孝道、文化和公民的写照。走在古城里，最开心的就是四通八达的小巷子，那些隐藏在小巷子里的故事，正等待着被发掘。穿过古老的城门，下水门城楼、广济门城楼、竹木门城楼、上水门城楼，看着这些矗立在城墙上的古楼，又多添了一份情怀，一些特属于老潮州的记忆。潮州美食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10座世界美食之都，中国入围的城市就有6个，其中2个在广东。潮州美食除了刀工和烹饪方法，各种美味的美食是本地人对食材的极致追求。想吃到最鲜的食物，来潮州赴一场美食的约会吧。潮汕牛肉火锅，新鲜到会跳舞的牛肉。这里的牛肉有多新鲜？已经切下来，放到菜板上还在跳动着的牛肉。去潮州一定要吃的牛肉火锅，沾上秘制的酱汁，这就是只有潮州才能吃到的味道。潮汕牛肉丸，纯手工制作，整块的牛肉经过不断的人工捶打，使牛肉变得有韧劲。新鲜出炉的牛肉丸，弹牙的嫩滑口感和嚼劲，吃过一次就让您忘不了。潮汕白粥，凌晨1点的美食，深夜2块钱1碗的白粥，卤味、生腌、鱼饭，配菜多到数都数不完，这种超出对深夜美食期待的感觉。人间烟火不过白粥1碗，谁还能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诱惑啊？赶紧来潮州吧！广济桥位于潮州古城外，青石桥墩，秀美如画的浮桥。广济桥被称为中国4大名桥之一，白天搭桥，晚上拆桥的这种超前设计理念，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。广济桥始建于1171年，最初它是只有中间的一个桥墩，使用86艘船连起来形成桥，直到1530年，在不断的修建下，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18艘船24周的伟大桥梁。一座桥，一座城，看回历史，可以说是广济桥造就了潮州城。在1460年间，两广总督在广济桥设置税场，对来往盐商收税，一举拿下全省税收冠军。等到了清朝，潮州城已经有了1里长桥1里市的繁华，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广东省第2大商业中心。吉略皇宫祠，位于古城内，藏在小巷子里的吉略皇宫祠，它是名副其实的潮州木雕艺术殿堂，代表着潮州木雕艺术的顶尖水平。吉略皇宫祠修建于1887年，2进院的房屋布局，规模虽然不大，各种装饰却令人惊叹。石雕、木雕、嵌瓷、金漆画，传统建筑艺术在这里汇聚。屋梁两端的龙、凤、狮，屋檐下的花、木、鸟、人物，这里满屋都是工艺珍宝，圆雕、沉雕、浮雕、镂空，这些不同的雕刻手法，剔透玲珑的细腻技艺，突破了空间限制，逼真地呈现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。开元寺位于古城内，
开元寺是广东有名的佛寺之一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。屋顶上镶嵌的彩瓷人物、花、鸟、鱼，斑斓华丽的色彩和繁复的屋檐线条，让古朴的建筑增添了一份灵动和俏皮。大殿外墙上的青石浮雕、盘在石柱上的盘龙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。这些潮汕地区特有的雕刻和嵌瓷艺术，也让开元寺多了几分气派。唐代的雍容，宋时的精美，明清的华丽，开元寺凝结了不同朝代的建筑艺术，让它不仅成为香火鼎盛的佛寺，也成为承载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。6. 青龙古庙位于古城的左边，与外地旅客对开元寺的慕名而来不一样，青龙古庙才是潮州本地人心中的信仰。华丽的屋顶装饰，精致的各种雕刻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。一边是神庙，寄托着潮州人的信仰；一边是戏台，承载着潮汕文化的传承。潮州的民俗传统文化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血里。一支支点燃的龙香，人们祈求平安、健康、发财。隆重的庙会，迎老爷、莺歌舞、潮剧，街道上随着咚咚锵、咚咚锵的锣鼓节奏，他们迈着特定的步伐，手里的舞锤上下翻飞，对腔而舞。这种极其具有感染力的民间活动，把潮州的节日氛围拉满，也把潮汕文化发扬光大。7. 龙湖古寨位于潮安区龙湖镇。龙湖古寨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千年古寨，保存完好的宋、元、明、清这些年代的建筑就有100多座。进士第、探花府、绣衣第、许氏宗祠、名宦府第、商贾附身的豪宅和宗族祠堂遍布着龙湖古寨。屋顶上的嵌瓷和彩绘，房梁上的木雕和石雕，这里就像一个闪耀着艺术光芒的府地文化博物馆。去哪里能感受到中国最浓的年味？来潮州吧！龙湖古寨凝结了潮州的千年文化，舞龙、莺歌舞、庙会、长龙游走在街道巷子中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这样的春节年味更浓。8. 韩文公祠。这座古老的祠庙是为纪念一代大文豪韩愈而建。韩文公祠背靠韩山，面临韩江，依山而建，青砖灰瓦，绿树环绕，斑驳的墙上留下的是岁月的痕迹。正门牌坊上的韩文公祠4字，是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潮州时所题。大殿上端坐的韩文公像，透着威严和智慧。在官场上不达意的韩愈，文学上的造诣却登峰造极，成为中国文学史最辉煌朝代的领军人物，唐宋8大家之首。9. 潮州西湖位于潮州古城西北方向，和建于近现代的公园不同，灰白色的牌坊就让人感觉到它的历史悠久。潮州西湖初建于公元796年，原来只是作为一个放生池，山一湖苍翠，湖傍山青黛，郁郁葱葱，绿树环绕。西湖的一边靠着葫芦山，山与湖一起构起的天然屏障，曾经在过去的岁月里成了兵家要塞。湖中慢悠悠荡起的游船，曲径通幽的登山小路，矗立碧波的湖心亭，与相隔不远的潮州古城的繁华热闹相比，这里清静而雅致。10. 许驸马府位于古城内，这座北宋年间的驸马府宅，兴建于公元1064年，距离今天已经有900多年历史。作为广东省保存最完整、年代最久的宋代民居，许驸马府让人欣赏的不仅是它独特的房屋布局，更具价值的是它的建筑工艺。古人常常说的一句话：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当了解他们的细微之处时，它蕴含的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才会更加的吸引人。许驸马府在建筑上运用的竹编灰壁、石地符和迂回形的排水系统，禁不住要为古代建筑大师们称赞。11. 汕头。都说潮汕一家，到了潮州就也去汕头看看吧。南澳大桥，广东的第一座跨海大桥，96元的过桥费，体验一把海上驾驶的快乐，置身在大海中犹如蓬莱仙境。南澳岛，一半山一半海的地方，
沿着最美的海边公路，风车、沙滩、日出，迎着风去海边奔赴那一片山海。汕头广场轮渡，坐1块钱的船，看最美的海景日落。静静站在船边，吹着微微的海风，欣赏最后一抹阳光的温柔。东海岸大道相较于潮州，给人感觉到一种古老的味道。汕头就像大海上吹来的风一样，给人一种清新现代的都市气息。13公里的无敌海岸线，吹着海风，闻着大海的味道，看着潮水击打礁石溅起的海浪，享受这一刻的舒心和惬意。